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《The Whole Brain Child》的第4章，怎么帮孩子摆脱心理阴影呢？这里说的心理阴影呢，其实就是一些不好的经历在孩子的大脑里留下了印记，导致他以后会本能的回避类似的事情。比如一个游泳教练特别凶，小孩以后就特别讨厌游泳，或者小时候钢琴老师总是批评他，那孩子长大以后，哪怕他已经考了很多级了，但是他选择再也不碰钢琴了。这个真的挺常见的。对呀。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摆脱心理阴影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得知道孩子的心理阴影是怎么来的呢？作者认为呢，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记忆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我们通常呢对记忆有2个误解。第一个误解呢，我们以为记忆像一个书柜，那回忆就是打开这个书柜的抽屉，把当时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再读一遍。其实不是的。作者说呢，记忆的本质是联想。当我们在经历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，发送电子信号。那当一片神经元被激活的时候，它们这一群电子信号就会连接起来，形成了新的神经网络，这样就建立了联想。比如说我现在听周杰伦的歌，我马上会回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种氛围。再比如呢，我爸现在不吃红薯，他一吃就想吐，因为呢他小时候只有红薯能吃，他吃伤了，他现在看到红薯，大脑就自动和当时的那个感受联系起来了。第2个误解呢，是我们以为记忆就像打印机，你回忆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的打印出来。不是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当我们经历一件事的时候，大脑激活的是一片神经网络，而当你回忆的时候，激活的已经不是当初那同一片神经网络了。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记得多清楚，但是你回想记忆这个操作，其实就已经扭曲了当时真正发生的事实。所以作者其实想解释的就是心理阴影，就是我们经历了不好的事情，那些联想被大脑保存了下来。大脑保存下来，它们呢，也是我们人类进化出来的一套保护机制。明白了。那我现在想考一考你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给孩子换尿布吗？就他肚脐刚剪，我记得是。你讲你当时是怎么给他换尿布的，都步骤就是把尿布背面垫在孩子的屁股底下，然后上面的话就包过去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肚脐还没剪，所以他必须得折过来再扣上。对。那你现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，脑海里有这些步骤吗？就除了肚脐剪了，其他的步骤还是一样的吗？对，但是你换尿布的时候，你会想这些步骤吗？不会。对呀，那刚才这2个行为，你刚才努力回想第一次换尿布的时候，这个叫显性记忆。然后你现在换尿布根本不用思考，你的身体自然就会知道怎么做，这叫隐性记忆。隐性记忆就是说你并没觉着你记忆里有这件事儿，但它其实已经在操控你的行为了。比如一个孩子如果每天晚上爸爸下班都会抱抱他，他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模型，爸爸回家就等于爸爸会抱我。那慢慢的，只要听到爸爸开车回来的声音，他就已经身体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个拥抱了。那当然，如果钢琴老师经常批评他呢，他的大脑也会形成另外一个心理模型，就是钢琴等于不高兴。那他自然的以后一旦听到钢琴的声音，他的身体的反应就是很抗拒。这种机制发展的极端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。一个声音、一个画面、一个味道都有可能触发一个你的创伤的经历，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回忆过去，你的身体马上就会有一些很过激的反应。那我们要怎么帮孩子走出来呢？作者认为呢，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帮孩子把隐性记忆变成显性记忆。作者 Tina 讲了一个他儿子的故事，他给他7岁的儿子暑假报了游泳课，没想到孩子特别抗拒，不愿意去。他很惊讶啊，因为他报的这个游泳课是要和孩子最好的朋友一起去上的，
以前呢，每次和好朋友一起上课，他儿子都特别喜欢，从来没有抗拒过。哦，所以他们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对话，咱们模拟一下吧。我是妈妈，你是儿子。宝贝，你不想去游泳课，你可以告诉我是为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妈妈，我就是不想去。你是在害怕什么吗？有可能吧，我一游泳就想吐，就紧张了想吐。那你知道吗，宝贝？那是因为你的身体在保护你，你以前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的身体记住了。你记得吗？以前上游泳课的时候，有一次那个老师特别凶吗？对。你记得当时是什么样吗？我不想游，他逼我游。那你肯定是感觉不好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这和你现在不想去上游泳课有很大的关系。是吗？是啊，不管我们过去的好的经历或者坏的经历，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会把它们记住的。我们的大脑特别的神奇，它的最重要的工作呢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换一种方法来想想看游泳。我们能想一想那些让你感到愉快、让你感到高兴的游泳经历吗？可以。上周我和我好朋友一起游泳，很高兴。那很棒啊！你可以跟你的大脑说话，你可以跟大脑说：大脑，谢谢你一直保护我，让我是安全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已经不需要害怕游泳了，因为这是新的游泳课，有新的老师，新的游泳池，而且我已经会游泳了，我游的已经很棒了。精神有点分裂。什么？自己跟自己说话。你不会这样吗？不会。我会在比如说做一个很重要的 presentation 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发言之前，我会跟自己说，你没问题，这件事情你已经准备得很好了，你可以去做。然后可能也会说，就算紧张没关系，就算做不好也没关系。你不会吗？不会。我还会深呼吸，就是我会发现我深呼吸确实是对我帮助很大，就是你给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有帮助的。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，这个妈妈呢，她没有跟孩子说，别怕，有什么好怕的，不许怕啊，男子汉要勇敢这些。但是呢，她一步一步帮孩子把这段经历讲出来，帮孩子把自己的隐性记忆转成了显性记忆。明白了。孩子能够把原来那些说不清楚的感觉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，那过去的这个记忆就不会再控制他了。我觉得成年人自己能缓过来，但是孩子可能要引导。你要看多严重的程度吧。你比如说上战场的那些老兵，他们有 PTSD， 他也不是自己能整理明白的呀，也要别人帮忙才。对啊，他也得要经历这个心理治疗啊。最后呢，作者还给了一个很实用的建议，就是记忆也像肌肉一样，你越锻炼它越强。所以呢，他建议家长去鼓励小孩去反复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孩子大一点呢，可以去鼓励他写日记。然后一个比较自然的方法呢，是每天问他问题。你要是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，他可能只能跟你说，还行，挺好。但是你可以问他更细的一点是，你今天最高兴的是什么事儿啊？你今天最不高兴的是什么事儿呀？孩子如果不想告诉你怎么办？对啊，牛牛就不想。牛牛每天 summer camp 回来，我问他你最高兴的事是啥，他就会回答我说我不想告诉你。他就想有控制权。那作者就说呢 ，be creative，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孩子告诉你咯。他举了一个例子是，你可以和孩子玩游戏，让孩子说3件事，其中2件是真的，1件是假的，然后让家长来猜哪件是假的，哪件是真的。这样子做呢，去鼓励小孩去回想自己今天一天的经历，整理成一个故事，锻炼孩子整理自己经历的能力。我反正问牛牛，我就问他吃啥，他能说明白。对。他要是那个周1 mac and cheese， 周2披萨，周3 chicken tender。今天汉堡和热狗2个选1个，他说他选了汉堡。你老问他，他就只记得了。对。他也会告诉我他们上了2次游泳课什么的，打网球之类的。对。你觉得这一期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用，应该是有用的。
可能要实践一下。对，孩子有心理阴影的话，就回来看这个，想想看怎么应用；没有心理阴影的话，就帮他锻炼整理故事的能力。嗯，那这一期就是这样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啦。